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 Tracert，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应用。这个应用呢叫做 Telnet。Telnet 这个应用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程序啊。那么这个程序呢，它调用的这个下层的协议呢是 TCP 啊，它是通过 TCP 为调用的。那么 Telnet 呢，其实呢在应用层看来呢，也可能就是一个协议啊，但是对于我们的 PC 来说，一般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程序。好，那么一个应用层的东西啊，它调用了 TCP， 注意，它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端口，端口号23。我们之前在讲 TCP 的时候谈到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端口号啊，1024以内的都叫做公有的或者说众所周知的端口号。那么它的端口号23。那么 Telnet 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它给了我们一个通过网络远程到服务器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就是大家可能在看一些大片的时候啊，或者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啊，发现有很多人啊在电脑上面敲来敲去去控制一些设备。那么很有可能这个东西用到的是 Telnet， 当然事实上不太可能啊，因为很多这个系统啊为了安全起见，那么它其实还是用了一些安全的加密的一些处理方式。注意 Telnet 是不加密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网络设备上用到的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设备都搬到你的办公室，或者说你不可能拿着你的电脑进到所有的机房去调整设备。那么如果是紧急业务，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机房可能你进去以后不太方便，或者说你根本进不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办？你要处理这台设备的一些故障怎么办？OK， 你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你通过一个网络，你连接到这台设备上去。那么在连接到这台设备上去以后啊，这个设备有 IP 地址，你连接到上面去，你能跟它连通以后，你用 Telnet 这个东西啊，你用 Telnet 这个进程，或者说叫做这个程序来管理、来登录这台设备，并且对这个设备进行管理、进行操作。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个协议，叫做 Telnet。啊，用来做远程管理的，很遗憾，现在呢，自打 Windows 7以后 ，Telnet 这个程序 Windows 不再默认提供它，在 Windows 7之前啊 ，Telnet 是默认被提供的。那么，如果说你要想在 Windows 上面直接使用 Telnet， 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是 Windows 7以后，那么你需要在系统里边啊，在控制面板里边打开这个添加安装，打开这个软件程序。啊，程序和功能，然后在这儿，然后在这个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里边啊，我这个是 Windows 7啊，我这个是 Windows 7，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啊，有两个东西，一个呢叫 Telnet 客户端，一个叫做 Telnet 服务器。Telnet 服务器呢是你这台电脑是否可以被别人 Telnet， 这个一般我们是不开的。啊，这个危险性比较高啊，对于系统来说，系统安全等级来说，危险性比较高。那么下面这个 Telnet 客户端，就是说你能不能在命令行里面去敲上一条命令？我个人一般是把它勾上的，但是如果你不勾它啊，只是说你的 Windows 不自带这个 Telnet 的客户端功能了，就是你的 Windows 呢自身没有这个 Telnet 这个命令了，啊，仅此而已。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程序，比如说。啊，我们常用的 Security CRT 这个程序呢，帮我们提供了 Telnet 的功能啊。这个程序帮我们提供了 Telnet 的功能 ，Security CRT。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程序是付费的啊，还有一些免费的程序，比如说Party 啊，那个叫做 PUTTY 啊，像这一类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是这个远程控制的一些程序啊，它都可以提供什么呢？它都可以提供这个 Telnet 的能力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 Telnet 来说啊，我们 Windows 自己可以有，但是你必须要安装啊，特别是在 Windows 7以后。那么如果你不安装，你可以安装其他的一些更好的使用的、更方便的一些程序来完成这个功能啊。这个是我们所介绍的 Telnet。好，下面 FTP。FTP 这个功能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啊。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FTP 就是一个做文件下载用的东西。那它可以分配用户名密码，按照用户名密码分配权限，你是只能上传还是只能下载啊？甚至于呢，很多网上的 FTP 服务器还可以限速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 FTP 全称叫做什么呢 ？FTP 的全称呢就叫做这个File Transport Protocol， 叫做文件传输协议
那么对于这个文件传输协议来说，它就是为了大容量的文件传输而设定的，所以说它一定用到的协议呢是 TCP， FTP 呢一定用到的是 TCP 协议，就是它是第7层的 ，FTP 是第7层应用层的，我们说应用层的协议。那么对于第4层来说 ，FTP 也用到的是 TCP， 然后 TCP 的端口号 FTP 有2个，一个是21，一个是20，这2个一个是控制端口，一个是数据端口，就是一个是发送上传下载命令的。一个是用来真正传递数据的。那么通常情况下现在我们的网络中，通常我们只用21这个叫做 FTP 的被动模式这个主动模式呢有点不安全，安全性特别差相对来说不太好，反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被动模式FTP 的被动模式还是安全性相对来说高一些，安全性相对来说高，那么它就只用21这个端口。好，无论如何对于我们的这个设备来说 ，FTP 是一个必须要有的功能。注意 ，FTP 是一种客户端加服务器的模式和 Telnet 一样，就是我有一个 FTP 的客户端，你可以去网上下载 FTP 各种 FTP 的客户端，比如说迅雷它也支持 FTP 的功能，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FTP 的客户端来使用。那么另外一个提供上传和下载空间的这个设备就是我们的 FTP 的服务器了有客户端有服务器。现在最著名的好像最好用的FTP 客户端至少我发现的用处比较好的是这个叫做 FileZilla后面我会给大家演示。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华为的设备来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FTP 的客户端和服务器都是这个就是我们 PC 上面 FTP 的客户端还是服务器。那么对于我们的华为的网络设备来说，至少我们华为的交换机、路由器，就是我们课程内所涉及到的网络设备，可以作为 FTP 的服务器使用，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 FTP 的服务器供你去登录它，它也可以作为一个 FTP 的客户端，就是它去访问别人，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后边我们会介绍具体的配置，如何让一个设备成为一个客户端，如何让一个设备成为一个服务器。好，这个呢是客户端模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服务器模式，别人去访问这台路由器。而对于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 PC 上面自建了一个 FTP 的服务，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到路由器作为一个客户端来使用也是可以的。当然，在 FTP 作为一个在这个设备作为一个 FTP 的客户端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设备呢基本上就是提供的图形界面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用一些命令行的方式来完成 FTP 的上传和下载，这个可能同学们一时半会儿很难适应。好，下面一个协议叫做 TFTP， 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呢，我个人认为现在会越来越边缘化会逐渐的退出我们的这个舞台。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网络中至少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工作起来这个对于 TFTP 的需求是越来越小。当然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必须用到特定的这个 TFTP 的协议，这个再说在大部分的场合 TFTP 和 FTP 可以完成相同的功能。什么功能呢？下载文件它的全名 TFTP 的全名叫做 Thin 就是瘦小的那个意思Thin FTP 就是简单的 FTP，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简单文件传输，它没有 FTP 那么复杂所以说 TFTP 这个协议它是没有任何的身份认证的，也不会去区分你的上传和下载的功能，就是只要你能连得上来那么你就可以完成上传和下载的操作。那么 TFTP 它也是一个应用层的协议，它在第4层注意调用了 UDP TFTP 在第4层调用了 UDP 这个协议，它的端口号是69。对于我们的华为的设备来说我们的网络设备来说，它只能作为 TFTP 的客户端存在，它不能作为 TFTP 的服务端存在，服务端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电脑上。而 TFTP 呢，由于它调用的是 UDP导致呢在传输的过程中呢可靠性不强。因为上节课我们说到 UDP 和 TCP 的区别的时候，说 TCP 是个可靠的，而 UDP 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可靠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它的可靠性得到了一定的怀疑。还有什么呢？对于 TFTP 来说呢，它的速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就是如果你要是10兆的网络，怎么都好说；100兆甚至于1000兆的网络的时候 ，TFTP 并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你的网络的效力，啊，导致呢它下载一个大文件的时候会非常的慢。而且呢，有一些 TFTP 的服务器呢，还限定了一个文件的大小，比如说几十兆。啊，那么超过这个大小就不能下载。当然，现在那个版本已经被淘汰掉了，但是以前是有过的。所以说 TFTP 呢，只能在我们的网络中临时去使用一下，不推荐大家在经常的状态下去使用这个 TFTP 这个服务啊。如果你经常需要一些文件的操作、上传、下载的备份，建议大家还是能够使 FTP， 还是要使 FTP。TFTP 在一些特殊环境下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应用，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必须自动的去下载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自动的下载一个很小的一个列表文件，那么这个列表文件呢必须存放在某台服务器上。如果这个时候你用 FTP 的话，那么对于这台设备来说，如果无人值守，那么它是没有办法帮你输入用户名密码的，你就没有办法去下载。那怎么办？我们可以在这种小文件上，临时性的小文件上，或者说自动化的处理上，可以使用 TFTP 来完成这个操作。啊，作为一个 TFTP 的客户端，我们的设备啊是可以完成 TFTP 的上传以及下载操作的，但是这个操作就会比刚才的那个慢很多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